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组对决的结果是2:1:0，恭喜新厨段文义。那么紧张。未被选择的专业评审间的结果为3:0:0，新厨段文义胜出。这还是很明显的嘛。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这个这个菜好吃啊。但是师傅这个菜呢，从酱汁儿，你那个烧汁儿烧的就特别好，然后那个鱼啊，那口感太好吃了，那个鱼皮卷的那个鱼肉，再加上那个饭。就吃的特别好吃，特别满足，而且它能够吃出它那个烧汁的层次，我可以说很完美。这道菜水准很高。嘿嘿嘿。那我解释一下啊，我没有投给这个段文义啊，是为什么呢？其实我是更多有一票，我猜到了你们可能都会给这个段老师，我就给了这个边角料魔术师啊，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因为这个菜啊，就是鱼皮搭配鱼肉，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给他一种对他的这种认可。这3道里面挺纠结的，那唯一就是我不喜欢吃香菇。就是我就是个人很不喜欢吃香菇，所以我以为只有香菇，但再仔细看，鱼滑在上面，我把鱼滑挖下来，可是就这样薄薄的一个，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我记得您不是骗了很多鱼片吗？对，对不对？但我可能这个鱼滑来说太少了，我觉得香菇好，就是没有吃到鱼滑，都吃到菇，没有吃到鱼滑，是，对不对？这个花菇太厚了，酿在里面的鱼只有一点点。体现不了黑鱼这个滑的特性出来。其实我要是做一个鱼滑就好了。哦，后来又变了，要想的口味再更丰富一点。哦，想多了。但这个菇的味道很大，就很像吃了一个糟溜蘑菇，你知道花菇啊。好，谢谢，谢谢了，好，辛苦了几位老师。我还算比较平静。还是那句话，6个人都认为你没赢，你怎么可能赢呢？对吧？而且呢，没准我已经岁数大了，很多年轻人想法，我要好好看一看了，糊涂了，有点不知道怎么干好了。在我脑里，我干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炖生鱼或者蒸生鱼吃，他们做了一个炖的生鱼，做蒸的生鱼，完全我理解不了。你知道吗？我回家我也炖门试，我看它到底是不是好吃，不知道。我觉得哇，这个信心瞬间就拉满了。这个上面呢，其实我想对李伦老师说，就是没有追杀这个事儿的存在，就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更多的其实想和他去学到东西，所以像我还不足以挑战他在北京的权威啊。我刚刚看那个边角料魔术师熬的那个鱼骨汤。用的是娃哈哈纯净水啊。高汤这东西啊，其实特别吃细节，不同的水熬出来的高汤，其实味道都会不一样。对，所以很多师傅啊做汤底啊用的水都非常讲究。像娃哈哈这样的纯净水啊，水质比较稳定，熬出来的汤口感会更好一点，而且不会抢食材本身的味道，鱼骨的鲜香味啊也会慢慢的被带出来。真正好的汤底啊，看着简单，其实功夫全藏在这些细节里。这锅汤用水都极讲究。是。东西福，你怎么搞？你怎么说？回家了，没事。哎，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来这想输的，咱实话实说。可是，你既然输了，说明赢你的人比你更优秀，对吧？山外有山，这个正常的，对吗？你学习学习，还认识这么多朋友呢，多好啊！对吧？以后去北京找我吃饭，吃烤鸭，必须的，必须的。恭喜新厨段文义成功晋级。Yes。哇，你把那个世博又干掉了。对，我的天，他一直下去，侥幸。你这个晚上得摆一桌啊！侥幸啊！侥幸。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帅哥今天表现非常牛，没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哎，这组都进来了，这组做什么？拉拉是吗？拉，哎，拉拉，这个牛。我真的要赶紧，我马上要抢了，手擦汗。本轮食材为其稀有食材拉拉。牛奶吧，应该cheese吧。拉拉是什么？拉拉，这个我真没做过。我当时就懵住，我说什么叫拉拉？那东西我都没有听过。是一种食材吗？它不应该是个动作吗？想要挑战拉拉的主厨，请准备。倒计时30秒，请选择。选呀，选。我选了。摁了。选择结束，恭喜新厨盛威。来，素厨风味工程师组队成功。遇上了啊，全力以赴。我就要去挑那些比较稀有的食材，对手是谁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对我的菜品的味道很有信心。我一眼看到它，我在我的大脑里面已经构建了我的菜品的雏形。在我选择这个食材之后，我的胜率我可以把它控制到100%。本组比赛的食材是拉拉，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那现在煮一个酱茶。哎，这位 ，Hello。哎，我特好奇，我跟涛姐一直好奇，拉拉是哪个？先尝一下先。这是什么？这就拉拉呀。拉拉是什么？酸的。那个牦牛奶做的奶酪。奶酪，是吧？咱们先尝完之后再讲。涛姐要尝一点。谢谢。好。有点硬。对。拉拉是啥味儿啊？可能奶加有异曲同工啊，那么酸啊？酸得很。哦。这个拉拉是西藏非遗的一个食品，然后它主要是通过牦牛的纯奶吧，然后乳清分离之后做出来的。牦牛奶，它的乳制品。对。哦，拉拉它和我们正常见过的那个乳制品，就那种奶酪，它是不一样的，它会非常各样。所以它的加工处理上会非常难。那它通常怎么使用呢？烤一下吗？他们是这样的，就生吃，就这样吃嚼吗？对，还有就泡酥油茶。哦 ，OK。那今天有带来四川的，就我们有3个味道的，3味拉拉，就是3吃啊。对。那你觉得你跟你另外一个对手相比，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味道好呀。味道。上次就是你把那个张元副师傅给 PK 下来了。对。后来你们俩回去以后见面了吗？见了。按辈分来说，我要叫张老师叫师伯，就是说参赛后就有了。但还是很有信心的。好，期待。好，谢谢你加油。不用加油，他待会会害怕，还要压力更大了啊。是。哎，你好 ，Hello， 两位老师。这是什么这什么？叫韭葱，其实。炭烤韭葱。对，我们西厨里面用的比较多，就是它提供的葱的甜味会比普通的比较浓一点。哦，哎，但我看到你这个灶台跟好像其他人的分布不太一样呢。对，我的灶台有比较明确的规划，就是分区。然后每个区域现在暂时只做一项任务，然后每个步骤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表，然后如果我慢了的话可以调整一下，快了的话可以稍微放慢休息一下，这样子。所以跟他的名字很像啊，工程师。对，因为我个人有很强烈的强迫症，我需要把所有东西按照顺序或者首字母这样去进行一个排列，这样我在比赛的流程当中，我每次只需要去一个小的区域，拿我需要的工具，拿我需要的食材，这样的情况下，最大化的保证了我的效率以及我台面的整洁度。好，那很期待。一会儿见。好，谢谢两位。哇，这个拉拉真难做。哎呀，炭烤什么？炭烤拉拉。我第2场的作品叫做《余烬之风》，延续了第1场，继续用火焰去表达我的一些菜品的灵感。灵感是我做菜的第一来源、第一要素，但不代表当下那个作品一定是
合格的，或者说好吃的。所以我回去以后不断尝试去改进，来达到符合我心中标准的一个好吃。所以我推出了1.0版、2.0版、3.0版。我只要在赛场上做出我最满意的4.0的版本，那么结果就一定是会好的。因为考虑到拉拉这个食材的特殊性，它是来自于高原地区没有经过分离过滤的牦牛奶，我是希望在用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不同的切入点，去重新让拉拉焕发它的生机以及它的乳脂的香味。首先，我要做一个拉拉土豆泥，把煮熟土豆先压成泥，然后过筛。我把拉拉磨得非常的细碎，然后融入到我的招牌的土豆泥里面。我们只保留拉拉最原始的奶油的油脂的香气和像 cheese 一样柔顺的光滑的口感。如果他这样一做的话，我看那个土豆泥感觉就很丝滑。对，他要烤，他很喜欢烟熏，要去吸那个海水的味道，那个清香。第二个部分呢，做一个烟熏土豆拉拉，把它做成小块，然后跟我自己在现场特制的烟熏土豆放在一起，用土豆去衬托出拉拉它本身的香气和那一点弹牙的口感。相当于他把土豆只是当一个 base， 当一个基底，然后往里边加任何想要的味道。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做一个拉拉奶白酱，把拉拉泡发让它回软。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拉拉放进我的一个酱汁里面作为一个基底。它的蛋奶啊什么这种好多啊，都是奶制品。我也工程师吗？做成一个像法式天鹅绒这样的一个有绵密奶香的一个拉拉奶白酱。最后我做了一个水萝卜洋葱酱，再搭配烤过的牛肋排、烤过的9葱心和焦香大葱，所有东西组合在一起，不光是在口味上、口感上，还有层次上，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这个肯定稳。你像市威来说，拉拉这个东西，对于西餐来说，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对，对于川菜的话，它可能比较难，对，比较难接受。预乳制品在川菜很少看到。对，这个盛威太松弛了，我还没看到他怎么弄什么东西啊。我这次带来的菜品叫做川藏线3味拉拉，因为拉拉是西藏的，然后我是做川味的。那刚好连接西藏和四川的这条线呢，叫做川藏线。你用拉拉试过几次菜？准确的说，真正意义上的做就只做了1轮，炝锅粥到现在还没做过。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整个味道的把控要有信心。我调味很厉害的。这次用3种味道的川味去表达这个拉拉。第一步，我们先制作烧焦嘛，辣椒还有大蒜放到锅里面去炒，然后给它剁细。我们要泡发那个拉拉嘛，因为拉拉是一个很干的奶酪。拉拉应该是用牛奶泡的。辣椒、大蒜和拉拉混合在一起，调味拌均匀之后，拇指前先给它掏空掉，然后去炸。这个料头，然后酿入到那个茄子里面。烧粥固然是好吃的，拉拉也是好吃的，但是2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 match。酸味儿和那个啥放一起。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会做一个炝锅的，用一个春卷皮做的卷，类似于冰淇淋的甜筒，放入烤箱烤熟，然后再把那个炝锅的料给它炒熟、炒脆。然后在甜筒里面放入些那个拉拉的末。我蛮好奇拉拉和辣椒粉混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的。然后把那个炝锅辣椒放上面。这个师傅做的真的创新了。对，创新。他那个炒鱼香啊，宫保，别人是宫保嘛。我其实不太想象得出来，他拿那个拉拉奶制品来爆炒，对，会什么？宫保拉拉。宫保拉拉。
最后呢，重点是在宫爆上面。宫爆的呢，就会把泡发的拉拉拿去烤一下，让它的那个水分给稍微干一点，然后将拉拉切碎，给它揉到一起，做成一个沙球啊。放入锅中炸至金黄，然后去炝干辣椒、干花椒、姜蒜片、大葱，放入我们的宫爆汁，翻炒均匀之后就起锅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做完了。冲冲冲！孙悟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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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挺看好它的，有个火花碰撞出来，口味上面，用个川菜做的一个。我其实挺想升为赢的，但是我感觉是澳洲那哥们儿确实挺狠。噔噔噔噔噔。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我这次用3种味道的川味去表达这个娜娜，在里面还有搭配一个青稞米，都是西藏的一些菜地食材嘛，能形成一个完美的菜品闭环的一个搭配。这几道菜的个性非常强烈，那味道非常鲜明。宫保味呢处理的还很好。先吃这个，先吃这个，像荔枝一样的啊，这啥东西啊？这是？嗯。不错，好吃，还有这种青稞。味道还不错。哇，饱。它这种宫爆有点干干的，挺好吃的啊。这就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哇，这，这，我本来要只吃1块的。我也是。这个可能要吃第2块。这里面这个青稞这个米啊，这可以吃吗？可以啊，很香。这可以吃。哟。这不错，它好像虾的外面是裹了一层那个拉拉，感动的痛哭流涕了。这样的哈，哇，很爽。这家伙有点东西了。这家伙有哈，有点东西。难怪能上次打败了师傅，并且刚才去的时候非常狂妄，嚣张，真的吗？我觉得他有资本狂妄和嚣张。我有点吃不下了，真吃不下了。而且越来越好吃，怎么办？怎么回事？我去跑个步，跑3圈回来再说。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我的酱汁保温到最后一刻，然后把奶白的酱汁倒在盘子里，那一瞬间，奶白酱里面还有一点微弱的蒸汽，让评委在第一时间能闻到拉拉，然后看到拉拉不同的状态，最后一步才是吃到拉拉，让评委能感受到我对这个菜的理解。能感觉到他对拉拉的理解是深刻的。
牛肉去炭烤的，很好的烘托了辣辣的味道。拌匀它，拌在一起吃。哇哦！还不错。哇！哇！哇！它这个奶酪调得好。哇！这好吃的。啊，潘兄一直在吃，好吃的。完了，这个我真的选不出来，交给他们专业厨师，我们没有。做的都不错。就好吃的。我会觉得这个拉拉跟土豆融合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潘兄已经吃嗨了。这2道都很厉害。怎么办？怎么办？我退赛。我为了公平起见，我请他们再各送1份给我，再试一下。好好的，用心的再试一下。还有吗？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哎呀，投不出来，很难投，太艰难了。一个中式，一个西式。我很喜欢吃这个米。开始紧张了吗？开始紧张了吗？还是会有的。确实很纠结嘛。我自己做的菜味道肯定没问题的，不能说10拿9稳吧，但是也是应该有个7、7、8、8的。投票结果已出，2组评审间的投票结果都是2比1。哇！大众评审间的获胜者是星厨盛威，专业评审间的获胜者是素厨风味工程师。谁投工程师啊？我好像忘了。请选手们前往选择的评审间。我觉得他们会选我们。真的吗？哈哈，老师好，老师好。本组主厨选择的是专业评审间。去吧，一起吧。好 ，OK。1、2、3，1、2、3。恭喜素厨风味工程师成功晋级，星厨盛威淘汰。那边选的是工程师，完全没想到。跌到谷底，菜很好吃，结果人家赢了。本来是有冲着往更高的名次或更远的路去走的，那走到这里突然一下就结束了。以后做事要认真一点，不要这么吊儿郎当的去干这些事情。盛师傅这3个的好吃的，每个我都很喜欢吃，都是很好的出品辣味控制得很好，确实是你的强项。好的，谢谢老师。风味工程师用一个稍微烤制的一个烟熏的牛肉作为一个烘托的对象，不单把这个奶香味激发出来，然后让它的那个味道还有更多的奶香的层次，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理解拉拉比郑师傅会深刻一点。1号的2个小前菜做的很特别，味觉、口感、层次都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力。你里面的这个调味汁这爆浆的这个感觉，味道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刺激你。2号选手呢，拉拉用3个层次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了。第二个呢，它上面放的这个主料呢，
它和这个奶酪放在一起吃的时候呢，很搭，所以这个菜呢，也是很棒的。I don't know if you're aware, we were blind. We don't know who cooked which dish. We're blind. But, Mr. Engineer, I can recognize your dish any day of the week. Is that too obvious? Okay, and you know why? I basically taste the same thing again. The sauce, the potato, I taste the same thing. Everything was executed perfectly, but I don't get the contrast. So this time, you're a lucky engineer. Next time, you may not. I take advice from one engineer to another. Diversify. Be a multi-engineer. Don't be boring. Engineers are not boring. I'll surprise you next time. I'll be honest with you, I wa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okay? Because it seemed like the same dish, except with one different ingredients. But to me, you know, it was not good enough. It was not good enough. I wanted to see more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in my heart, he holds a position. 我当时心里感触是挺深的，我觉得一针见血，他的否定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所以我会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会有更多的个人理解，更多的创意，把我所学所识变成我想要的菜品，去重新征服这位评委老师。谢谢老师。要不要行使拯救权？本次的对决，专业评委间和大众评委间各有拯救权，助力他晋级。使用说明，3位评委商议一致以后，将火焰币交给想要拯救的主厨即可。这个拯救牌的标准，我就是觉得是对一些分到死亡之组的一些选手的最好的一根稻草。要不要行使拯救权？不救吗？你们不救吗？这真的做的蛮精致的。如果这都不救啊，你还有什么机会呀？确实很纠结嘛，因为这个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它让我惊艳了，很有冲击力，那样一个菜。第二个呢，3种味道，那个是酱汁的味道、酥脆的味道、宫保的味道，它很有层次感，这个是它的这个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呢，出品比较老派，看上去比较传统，但是呢，他对拉拉的理解上面又深入了一点，所以这两个大家都很纠结嘛。So I want to call him back for rescue. Well, it's now or never. So yes, yeah, yes, okay, yes, go. Yeah, yes. 请注意，专业评审间使用拯救权。你看，救了吧？救了吧？对，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商量啊，你的作品呢很有创意，特别是调味上面很有一些冲击力，所以大家一致决定使用拯救权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贺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非常好的选择，恭喜恭喜！盛师傅做的这几道菜的个性非常强烈，那味道非常鲜明，他的工艺跟他的手法都用得很好。如果你当成一个川菜来吃的话，确实是很一流的。他做了一个宫保，这个拉拉里面还有虾仁，还有拉拉，他那个宫保味呢处理的还很好，他还有创意的这种能力，还是有潜力的，所以呢，他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厨师，所以我们使用了拯救权，拯救了他。恭喜素厨风味工程师成功晋级，厉害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牛！Let's go！ 恭喜新厨盛威为拯救晋级，回来了又复活了，他们组2人全上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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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认真的。打团赛，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给了你火焰币，那就说明你有被认可的地方。但是我不希望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人认可，所以还是就觉得接下来要认真一点，好好的去对待，去以一个新的状态来面对接下来的这种比赛，让自己走得更远。哇！哎，好吃吗？好吃吗？要不要来一个？肯定要来一个啊！就是这一口，外酥里嫩，而且萝卜丝还是甜的。对，好吃吧？刚出锅嘞。我来给你安利一下我的宝藏，七喜。吃完热乎乎的，再来一口，真的是爽透顶了。干一个。七喜配萝卜丝饼，绝了！太清爽了，谢谢潘帅。本组比赛的食材是鳄鱼尾，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加油！加油！处理鳄鱼尾了，现在。哇，这么长一根尾巴，它其实就是皮好吃，胶之后。肉很柴的，肉还是有点柴，跟鸡肉差不多的。肉质呢就是稍微差一点。皮应该好吃点吧？那么厚，这个还真有点不好处理哈，它皮很厚，非常厚。对，现在两位现在的方法是一样的。我这次做的是避风塘椒麻鳄鱼尾和炒饭。首先呢，我加入了一些盐和生粉进行揉搓，揉搓完就直接贴在锅里煎，煎完后就把这个鳄鱼皮跟一些香料放在锅里扣出味道。那个鳄鱼尾呢，我们扣好了，切好了，就放一点炸衣粘好了，放进那个高温的油里面一炸，把它的外皮炸得香，跟那个避风塘呢那个结合起来呢，我觉得是一绝的。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火候的掌控，让它的油脂出来，那个胶质里面发生那个油的味道，那是最好的。第二道菜我准备的是一个炒饭，加入了一点皮虾和鳄鱼肉一起炒，最后加上鱼子酱进行点缀。我先把鳄鱼肉和鳄鱼皮先焯水，刚刚用汤焯了一下，去腥味吧。对，高压锅把它压一下，要把它压10来分钟，把它弄软了，那个胶质才能出来。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经的粤菜思路。焖好之后我就片好，还有我放点鲍鱼啊，然后就起码那个香味更带出来。炒呢就是一个更高级一点的。富哥这个看起来就好吃啊。还有做那个墨鱼丸，我就用那个海虾跟那个墨鱼肉裹在一起来做那个墨鱼丸，然后油炸，这是弥补墨鱼肉的柴，这样子爽口很吃。炸好之后就摆在盘子旁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了我在百出大战当知识分子长线活动，即日起上微博带我在百出大战当知识分子及当期主题话题投稿，用微博制作创作出的脑洞菜谱复刻图文，有机会获得嘉宾签名、优酷会员等福利。哇塞，这弄得可好看哦！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我覺得專業咧就食個味道。我都得，冇所謂。如果你揀專業，我咪揀專業啦。係啦。哇，它这个胶质好好吃啊！比我想象的好吃。其
其实都还挺好吃的。鳄鱼肉可以这么好吃啊！所有菜品品尝完毕，未被选择的大众评审间的结果为3-0，获胜的是荆厨郑锦富。请选手们前往选择的评审间。本组对决的结果是2-1，香港蟹王胜出。这一次你们的避风塘呢，可能加了一些麻，加了一些辣，但是它真正出彩的呢，是它把鳄鱼这个尾油炸了以后，形成了外脆内软的这个口感，配上这个东西是最和谐的。人家一下子给你吃出2种层次感出来，哎，这个鳄鱼皮它有创新了。富哥的，你3个菜都非常淡。如果吃鳄鱼没有一点给我能够抓到它的肉味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像炖烂的猪皮的感觉。你用这个极品来跟它做，能够给它提供味道，但是同时它也喧宾夺主了。我是觉得是2个都不突出。恭喜素厨香港蟹王成功晋级。这次我选用了稀有的食材，对火候和用油的要求都很高。我特意选用了全球销量第1的金龙鱼1:1:1，用它炸鳄鱼尾和皮皮虾，表面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可口，并且它由八珍油、菜籽油、玉米油等等8种好油科学配比而成，一瓶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不仅吃得香，营养还均衡，吃的也安心，是我厨房里的常用油首选。本组比赛的食材是大章鱼，这一组蛮有期待的。3人加到一起9颗星。Do you know the chef? Yeah, we met in Denmark before. My name is Jaroslav Blažek, currently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Alchemist, which has been awarded 2 Michelin star. Before I used to work in a Geranium 3 Michelin star awarded restaurant, best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as a sous chef. Well, for sure the goal is winning. I didn't came here to lose. 本场比赛将有2位3星猎手强势加入。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我就拼命的按王四里按。我是冲着他去的。我觉得我们2个打在一起会比较有挑战性，就比较好玩。来挑战的这个人米其林3星，我也米其林3星，加油，干他！所以碰一碰吧，2个第一，对，把他干掉。对，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谁都是3星啊。哎，开始了，这是终极大对决啊！他们3个肯定很精彩啊，很精彩啊！12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Let's go, bro！他们做的什么章鱼组是吧？章鱼组，这么大个，这确实大的那个。这个我是看得懂的，这是西餐师傅的手法，这是烫章鱼都能烫。它难度其实最在于就是它的处理，怎么让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软糯。那边在用厨师机按摩章鱼。从口感上来讲的话，它就偏比较韧一些，它的皮比较厚一些，所以说我按摩个10分钟之后再进行的拍打。哦，它搅完以后还要再打，口感是吧？这拍打的作用呢，就是让它的体内的纤维断掉，穿烫过这个开水，让它定型，把它这个皮紧实起来。涂上这个辣酱，涂均匀之后，裹上这个花椒叶，再用喷枪去带出它烤过的这个香味，真空抽缩，然后放进这个蒸箱里面，低温蒸个40分钟。That's smart. Very smart. Yeah. 它还有你看那个，还有烟熏炉。烤章鱼，我就知道有一个人要烤。肯定有的。2个人要烤，3个人要烤。Actually, I think this is a pretty common way of cooking an octopus. I think the octopus is provided the best way when it's caramelized on the outside and still nice meaty texture on the inside.
And the fact that we all choose the similar technique is just a coincidence. 说到大章鱼，大家第一个想法都是去做碳烤。多，那边人多。我觉得炭烤是唯一一个能带出食材最完美味道的一个烹饪方式，它能把食材的鲜味带出来，焦香味道带出来。都是碳烤，3位都是碳烤。小刚也碳烤了。小刚搁那干啥呢？啊，做炭油。一开始我也是打算用炭来烤，但是手上掌握了新的技术，肯定要亮出来的。哦，两边起火啊。他做了什么？烧焦吧。烧焦？对，我用烧焦、烧茄子加炭油制作烧焦酱，用来搭配我的第一道菜炸的章鱼串，上面会刷上川味的甜辣酱、烧焦酱，所以的话它的酱味会比较重。前菜我用的是怪味凉面，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道川式开胃菜。我用章鱼打成泥，加木薯淀粉，送入蒸浆中进行蒸制，然后切成面条的形状。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代表四川复合味型的怪味酱。他现在调了一个怪味，比我还调的，我觉得比我调的还好吃。怪味，它就是咸、甜、麻、辣、酸、鲜、香，要出来那么多风味，就是我们加了那么进去，它的那个每一样都会在不同的阶段，然后释放出来。它把那个怪味加了蛋黄酱、浓缩的炼乳，就这些味道进去过后，它是更饱满了，就那个味道真的很好。这个味道很难调，但是我调成功了，也是很感谢师傅的指导。但还是很用心，说这话很用心。陈小刚师傅去那个张师傅那边进修，变成川菜师傅了。哦，他这是做了很多川菜的味型跟技法。哦，我这10几天都在四川学习川菜的传统技艺，学到了一些譬如怪味酱啊、椒麻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所以我会把学到的川味融入到我这次的菜品当中去。你这样一看，我觉得它的可能性会很大。我觉得我有胜算，川菜这个味型还是很能打的。川菜做了一点，肯定稳啊，这个肯定稳。I was quite stressed, to be honest. He seems quite confident. I think it's really the time to show the best I can do, because otherwise I will just lose, and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m here. 他的这个菜我还有点期待的。The name of the dish can be a f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Nordic octopus. 花菜、萝卜、黄瓜，真的是中国人。Daikon I consider as quite a Chinese ingredient, which will be sliced very thin slices. Then I had a pickled daikon, bit of a vinaigrette with the juice of citruses, mainly based on a cucumber to add some freshness and the color. Also a little bit of cilantro, because I think that will suits to the dish very well. While I'm grilling the octopus, I will also glaze it with the glaze based on a hoisin sauce. So it's supposed to be caramelized, nice and shiny. On the very bottom of the plate will be a cauliflower puree that I think will work well together.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搭配，花菜配章鱼，对，风味也是不错的，口感层次也是很丰富的。TC 的鱿鱼好像好了，这个八角鱼很好看的，哇，感觉好有食欲。这道菜启发就是非常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做ikan bakar，就是芭蕉叶放鱼、放海鲜、放一些辣椒酱，烤到它熟为止。因为你低温烹煮之后，让它的汁水会流出来，所以说炭烤之后，这个汁水焦化、美拉反应，这味道会比较浓厚一些。这道菜我会用一些蔬菜来搭配，它这个很好吃的。云南那个水果笋，要水果笋的。烤过之后，它们的甜味会更加突出，口感上也可以跟章鱼形成对比。再抹上东南亚风格的酱，搭配香茅番茄制成的一个高汤，它就会有一个浓烈的东南亚风味，它的鲜味会更加的圆润。
第二道灵感来自狮子头，我会用扇贝以及这个章鱼制成一个章鱼滑，放进水中低温的烹煮它，配生昆布以及番茄制成的一个浓汤。这样子呢，它就会做成一个东南亚特色的章鱼滑。TC 很强，TC 真的，TC 很强，真的。TC 他就是一个特别老成持重的人，很稳。你看他全程就是一直在很好的去稳定的控制时间。因为比赛它永远都是很多一个未知数，所以说这个表的话，你就可以让你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东西。这边就是马来西亚，那边那个是属于北欧。小刚老师做的是川菜。哦，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就是时间问题了。20分钟怎么也得把东西弄得差不多了。还有23分钟。啊，那个只做一盘。对。他今天是比较稳妥的只完成一个东西，另外2位他们做了一个 set。我是相信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个 idea 蛮好的，然后味道也不错，就很想要快点把它结束掉。其实我蛮看好 TC 的，速度还是很稳的，快呀，很快很稳。对，他是完了吗？就等到装盘了吗？ The only thing I was looking at was my table and the time. Like if I can always do it on 100%, I can always try to do it on 110%. 这已经装盘了。这样的话就他跟他往前了。小刚来得及吧？做好了吗？没有，还在切。他做3个呀。我这次还准备了一道冬菜汤用来开胃。他东西太多了，我是觉得比较理性的话，去掉一个。虽然说我知道120分钟可能出3道菜的时间非常紧，但的话我还是想要试一下，能不能把3道菜完美的呈现出来。因为我这次想要展现的主题就是川味特别多的技法和我这次学习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完成诶。还有多久吧？只有10分钟哈。小刚这个有点危险。烧糊了，他妈都。时间紧，有点着急了，看。有点着急了。8分钟，8分钟。来得及哦。摆盘也是需要时间啊。那个时间真的很紧张。对，开始炸了。还有7分钟，他前面2个摆好了是吧？他面摆好了。哦，干嘛？切到手了。我一开始擦那个器具的时候就把手给切了，我以为没事儿，结果却没止住，它就在里面一直流。因为时间也比较紧迫嘛，先冲一冲啊，冲一冲水之后再搓。真的切到手了，切到手了，小心哦！小凯，加油！因为我也是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出来的，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拼在一起测过2个小时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有最后1分钟，请各位主厨准备出餐。默默的，他真的完成不了了，时间不够了。他这个有点呈现了。5，汤还没装。4，还没找到勺子，他直接倒的。就没有造型了。3，泰林2，1，泰林赶快！他做3个菜，3吃。那小看有冲劲。对。我估计他会可以。TC 吗？TC 他们3个都蛮厉害。现在请各位主厨前往评审区。很难说，真的很难说。很难说，其实也需要看评委们的这个，也是那个洗碗技术。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I hope it's sorbet. Did you get yourself? It's a finger. Fine. 我对大章鱼还是非常感兴趣，迫不及待，想吃。这几道菜看起来都差不多嘛？对啊，好像啊，差不多都是烤的，就是一个强硬的正面冲突。对，就是拼味道了。第一个天竺葵和那个炼金术也都是很厉害啊。你说这踢馆成功吗？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OK，let's see， 它这个是西式。
The octopus was cooked perfectly. It was soft, it was tender. Puree was buttery, and also the pickled daikon was done nicely. 这看来很可以的样子。That is really exciting. Oh, That's not nice. That is not nice. That face. 这土豆泥有点，这土豆泥有点咸。其实我味蕾是不是出问题了？不是，它真有点咸，是吧？对不对？它是土豆泥吗？我以为土豆它是一种泥吗不是一种酱吗酱吗？是酱吗？对啊，酱啊，这是酱，所以酱不是哦，好吧，那就不咸了。你这个人真的是太可爱了。这萝卜很不错。它腌制的好，就是那种酸酸的、脆脆的，很美味，很美味。你用那个章鱼就着那个汁吃，再来点那个酸萝卜啊，太好了！这道菜非常完美。现在请评审品尝2号菜品。哇，好吃。这个可以。This is super good. This is good I taste. I hope. 这搭配没试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搭配，浓浓的番茄味，在里面可以吃到小颗的章鱼，还有一些百合在里面，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口感在一道汤里面，这是很少见的。现在请评审品尝3号菜品。完了，我的了。我这个菜我还是有信心的。小章鱼汤，这也太可爱了吧！我这个汤调的可以的。Why did you make a soup?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make this kind of soup at Chengdu. He's like showing off his new skills. Yeah. Okay. 为什么有种鸭子的味道？你闻到了吗？绝对不光是有这个章鱼，不是太喜欢，可能。尝尝这啥面条？跟章鱼有关系吗？ But what is this? Noodle. Noodle from octopus? Made by octopus, yeah. How did you make that? 这酱不错，有一种那种凉面的味道哈。对，它很像那种凉面，带点芝麻酱啊，还有点辣。他这个就很劲爆了，这个就很劲爆。你看他表情，准备看他表情。哦，怎么样？甜甜的。这个应该是烤过还炸过吧？炸。哦，它这也蛮好吃的哦。对，这也蛮好吃的。哦，它这个外面炸的这个，就是不像大家一般吃的章鱼的那个口感。它处理过表面。陈小刚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最好的，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它这个绿色的酱是什么？也是有点什么烧焦酱？这有点哈，有点烧焦那种辣辣的。其实那个串烤呢，味道呢还可以，这个 Q 弹的感觉也出来了，而且它调的这个酱吧，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东西，味道更好、更顺滑了的感觉。可以，哎呀，这搞得我有点期待了。本组为踢馆组，组内对决规则升级，3星猎手获得第1名才可晋级，同组其他主厨战胜3星猎手都可晋级。请各位评审
为本组菜品进行投票。尴尬了，有点难。他做的真的都挺好的。哎呦 ，little excited。Good to know。我本来第一是南洋那个，但是我刚吃了最后一道之后，我觉得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我没有吃过的。我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OK， 第一道菜呢，它的那个酱汁其实调的也很好吃，又干净又鲜，然后层次还比较丰富。第二道呢，看起来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它用那东南亚香茅的那种味道，很清新，也很 fresh。跟你差不多，2合1。其实我个人口味比较喜欢这个踢馆的选手，碳口味比较重，白萝卜片处理的又很好。其实都差不多，这种烤制的，反而第三个它的烤串是蛮不错的。Actually, I like this sauce. Yeah, too. But the texture, no, that is just not very good. I think we had a bit of disagreement on the order. I thought the winning dish should be dish number 2, while they like the meeting.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e preferences of everybody when you judge a dish. 那我们就统一说 ，just compare to those. OK， 搞定。投票结果已出。本组主厨选择的是大众评审间。大众评审间。Professional? Yeah, public? No, let's go public. Public, let's do public. Public? Or maybe, you know what, let's go professional. No, I just changed my mind. So, 我的心是一直很想选专业评委，有可能对压倒不是很公平，因为压倒是第一次比赛，我比较想要在一个对他公平的情况下选择他要的一个评委先。Okay, let's go. You go together. Go together. 1, 2. Hello, hi. Hello, hi. 你们3位履历都是非常的惊人的，怎么会选择大众评审这里来？一开始我们其实想要就是去专业评委，压倒就说他想要尊重大众的看法，不如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然后 Jordan 的话好像是 It'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righ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first time in competition, first time... first in competition? Yeah, the very first time for everything, right? Pretty challenging, pretty challenging. Yeah. 下面即将公布本轮比赛结果。OK， 首先公布的是第2名，获得第2名的选手是。I felt confident, was quite sure about the taste. 我们的目标是打败踢馆者，不是打败对方。我觉得我们俩都能把他打败，除非就是 TC 排第1或者我排第1这个样子。获得第2名的选手是亚罗斯拉夫。下面公布第1名，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感觉每次比赛都在挑战着我，还蛮有意思的。到最后，我相信我的口味是优先的，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涼瓜豉香炒蠔肉係粵菜中嘅經典嘅時令家常菜。今日我就嚟分享呢道王牌家庭菜嘅做法。先將新鮮嘅牛柳切薄片，涼瓜去乾淨瓜囊切片，準備好輔料。醃製呢一步咧就好關鍵啦。我會加入李錦記嘅薄鹽生抽，佢嘅鹽分更低，唔會搶味，保留到牛肉本身嘅鮮味。調汁嘅時候，我都會加入李錦記嘅舊莊蠔油，香味特別濃厚，單止可以中和涼瓜嘅苦味，又可以加入海鮮嘅鮮味，去豐富味道嘅層次，仲可以襯托牛肉嘅鮮香。我由1978年入行就開始用到依家啦。呢度仲有一個貼士，可以沿住鑊邊淋一圈薄鹽生抽，就可以提升到成道菜嘅鑊氣啦。用薄鹽生抽醃製，用舊莊嚟調味。最後鑊邊淋一圈薄鹽生抽提味，大家學到未？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越来越难了啊！能生存下来的都很强啊，所以说大家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啊！来参加比赛，你当然是要来赢。他野，他确实比较野。I know his skill set, so I knew it's going to be a good battle. 我的对手这是一个嘛，我是他输，叫我赢。我就是想用普通的器材来赢你们。1分钟了，没时间了，先拿手了。哇，他还没有摆盘呢。按铃，按铃，先按铃。这一组是死亡之组啊。鱼很腥，非常腥。我们比较疑惑的是，我们到底在吃什么？我嘴里现在我估计能有8种食材以上的东西。他们是只能读懂我们的表情是吧？我可以笑着说，是吧？但是你很柴。哇哇，都传了。哥，通杀通杀，这个很好吃。这是今天第一个光盘。这才叫大厨做的饭呢！这是我录过所有综艺节目以来最难的一题。我求他们不要学我们。我本来把门扣起来，打死不让他们进来。